乌鸦嘴，快回来！第3季开播了。真的吗？那当然了，我怎么会骗你？太棒了！咱们3一起去的，你还嘲讽我们俩，欠揍！触感粗糙，微孔结构，重量极轻。杨教授，先别蹲这儿了，后面人出不来。这批不是钓鱼的，看出来了，不是钓鱼的料。那他们来干嘛？估计是国家安排人员来探查了。也是，这游戏反而像高等文明的产物。全员到齐。您就是周教授。NPC 你好，3台光谱分分仪以及人体检测设备、评估系统等。好，工作区划给你们了，300平米。这就是气泡岩板。对。小孟，先扫这块板子的表面。碳酸钙基底。等一下，这个晶额排列太整齐了，不是天然形成的，除非是生物矿化的产物，这不是自然演化能做到的精度。擦，大哥，你倒是喝呀，搁这儿养鱼呢。一步，过来一趟。这些东西，你知道怎么造出来的吗？我想想，有一年不知道从哪个大频率飘过来一批货，里面就有这种东西。我爹说，那批货是铁超联盟的商队丢的。铁超联盟？对，大势力。我爹说，这种东西不是人造的，也不是海底挖出来的，是一种虫子产的。那种虫子叫食虫，很小，比我小拇指的指甲盖还小。它们吃海底的沙子和石头，把里面的矿物质吃进肚子里。食虫肚子里有一种很厉害的酸液，能把沙子整个溶掉。溶完之后吐出来的东西，就跟这个板子一样。但是，得有人控制它们才可以成型。谁能控制？原听者，声波系的修炼者，他们能跟海里的小东西说话，调动食虫按照要求排列，让他们分泌出这种板磁。据说，铁超联盟整个城市的地基就是用这种方法造的。他们养了几千万只食虫，日夜不停地生产这种板盘。那些板子垒了几百年，已经不是浮台了，是陆地，人造陆地。这个纹路。结构化微镍梯度材料，怪不得这东西密度极低，却能承载数百人的重量。这种结构接近完美，工程界想造这种材料想了几十年，真想不到这是虫子造的。即使是蓝星现在的3D 打印技术，也造不出来。那个是显微镜吧？不知道。他们看岩板看什么劲儿？那是我拿来垫脚的。人家是科学家，你是钓鱼佬，不是一个赛道。钓鱼佬怎么了？钓鱼也是科学，水温、气压、潮汐、月相、饵料浓度、钩创、限号，哪个不用算？你拿路亚尔抽水面的时候在算什么？算风向。你抽风向的。我岳父忙完了肯定还回来，酒得给他留够。你杆子能不能短点儿？路亚杆长度是固定的，你蹲远点儿。我蹲这儿是等我岳父，你才应该蹲远点儿。你就不能换个艾迪？每次在频道里听到你这名字，我血管都跟着颤。你管我叫什么？人家伊布认可我，他认可你什么？他连你名字都念不出来。不用念，心领神会。你们说是不是最近钓到大鱼的人太多了？我上次那条32斤的老虎斑带回去，在菜市场门口拍了段视频，发到某滴上，
播放量2300，2300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之前发一条在小区池塘钓15斤草鱼的视频，播放量80万，现在我在异世界钓32斤老虎斑，2300。你那条草鱼是在暴雨里钓的，画面有冲击力；你那条老虎斑是在阳光底下钓的，看着跟菜市场选鱼没区别。那能怪我？这个世界天天大太阳，背景就一片海，连棵树都没有，拍出来跟风景明信片似的，千篇一律。关键不是背景，关键是现在异世界钓鱼的视频太多了。前2条G1界玩家钓鱼，50斤石斑有7条，30斤以上的少说20条，观众已经麻了。什么叫麻了？32斤的老虎豹还不够看？上周我爱巨物扛了一条70斤的海鲈回去，在他们小区门口摆了半天，围观的人都以为是塑料道具。那条鱼后来怎么着了？切了，分给邻居吃了，都被那些穿黑丝的女乐长给领走了。其实核心问题不是鱼大鱼小，核心问题是现在上了400个玩家，大部分人安全盒回去都装着鱼。你想想，400个人，每次下线一人一条10几斤到几十斤的海鱼，一天就是好几斤顶级海鲜往蓝星倒，供应量上来了，稀缺性就没了。刚开始的时候，谁带一条20斤的野生大黄鱼回去，在城里能卖上万块。现在呢，每天都能送回蓝星上百条，物以稀为贵，从来就是这样。是啊，最近户爷都不吃野生大黄鱼了，改吃长江刀鱼了。虎哥，你怎么看？鱼价跌了是事实，但那是普通鱼。你们想想到现在为止，蓝星菜市场上能买到的海鲜种类有多少？常见的不超过200种。这个世界的海里有多少种鱼？伊瓦娜跟我说过，光他知道的就超过6000种。普通鱼不稀罕了，那就钓稀罕的，钓蓝星没有的鱼种，钓从来没人见过的东西。那种视频发出去，不用投1分钱的豆价。钓蓝星没有的鱼种，对，比如上周李峰在水下30米见过一条银色的扁鱼，尾巴分3叉，通体发光。那种东西你带回蓝星，别说某店了，央视都得来采访你。发光的鱼，渊能海藻养出来的。据说有些鱼吃了少量海藻，但没变异，体表会带一层微弱的荧光。那种鱼能吃吗？不知道，但能看。能看就能火，短视频平台上能看比能吃重要10000倍。40分钟了，一口都没咬。你别急，海钓就是靠等。贺哥，我不急。伸胳膊，握拳头，量手臂周房，测心跳，还让我吹得跟奇怪的管子。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。李七爷让我配合，我就配合了。酒在这个世界可是奢侈品，省着点儿。以前眼角城只有过节的时候，大家才会开一瓶海藻酿，一人1小杯慢慢喝。安全。不是元首，是鱼群，至少比他们见过的任何一条鱼大。用钩子钓鱼，一次只能钓1条。我原来觉得他们脑子有毛病，可看了几天才明白，他们根本不在乎数量，只在乎大小。鱼越大，他们叫得越疯。那个叫我岳父是伊布的年轻人，这几天一直在钓，钓上来的却全是10几斤的小东西。每次他钓上小鱼，旁边的人都会发出短促下沉的声音。我听不懂他们的话，但那种语气叫嘲笑。一口气在水下活动50分钟，够了。这种鱼我见过，蓝星人叫蓝鳍金枪鱼，帝国通用语叫蓝毛，至少1000公斤。不杀死，保持鲜度。不能上得太快，水压变得太急，鱼不会膨胀破裂，破了就不好看了。
齐活。我操！有大的，有大！顶住！别松手！我知道别松手，好重，这玩意儿拉不动啊！嫂子，快来！怎么还不上量？太沉了，这东西不挣扎，但是沉，跟在拉一个装满水的冰箱似的。冰箱你也得给我拉上来！我操！他们那边打起来了，没打。那喊什么？钓了条大鱼。多大？目测1000公斤以上。去看看。兄弟们，1000公斤，1000公斤啊！今天，就是今天，我在异世界钓到了一条1000公斤的蓝鳍金枪鱼。我岳父是一部 YYDS。你钓上来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哪儿不对？啊？这鱼为什么不挣扎？估计是水压变化太快给脑晕了。深水鱼上浮太快会昏厥，这是基本常识。你什么时候有基本常识了？你别酸，你就是嫉妒我。五哥，你说 NPC 一部下水帮忙挂鱼这事儿，是他自己想干的，还是李老板安排的？不像安排的。你看李七夜在指挥台上那表情，那就是 NPC 自发的。NPC 自发帮玩家钓鱼，为什么？酒。NPC 喜欢喝酒，蓝星玩家给他送酒，他没有蓝星的东西可以回礼，但他是一个2阶主播者，水下200米自由活动，他能回的最大的礼就是帮人钓鱼。这 NPC 的 AI 太强了吧？不行，下次我也要带些酒进来。这鱼放在这个位置会影响浮台重心平衡，往北移3米，往北移3米，再不移我把你们那条鱼踹下海。大家好，我是猫哥说车，今天不说车，说鱼，就是我身后这条异世界深海蓝鳍金枪鱼，目测重量超过1000公斤，比蓝星世界纪录重了1倍多。你们看这个肉色鲜红，这种颜色代表肌红蛋白含量极高，绝对是长期在深水层高速游行的个体。这条鱼如果出现在蓝星的筑田市场，拍卖价保守500万起步。当然了，这鱼是我兄弟钓的，不是我钓的，但我全程在场，从中钩到上岸，我亲眼见证了整个过程。让一让，让一让，专业的来了。大腹、中腹、赤山，极品，
这个世界的鱼质量比蓝星的好上太多了。大腹部位的脂肪层厚度目测超过4厘米，肌间脂肪分布均匀，触感弹而不散。这条鱼如果出现在蓝星任何一场金枪鱼拍卖会上，从大腹到翅身按部位分切计价，总价不会低于1500万。1500万啊！软妹币！我说的是保守估计。日本驻地市场2019年那条蓝鳍金鱼278公斤，拍了2个亿日元。这条1000公斤，品质比那条只高不低。这鱼能带回去吗？安全箱一格，一件物品，一条鱼算一件。1000公斤也算一件？规则上没写重量上限。你带一颗泥鳅回去是一件，带一颗鲸鱼回去也是一件。那我带走了。等一下，你想清楚，这条鱼带回去之后怎么处理？卖啊！卖给谁？你在菜市场门口摆个摊儿，写1000公斤新世界蓝鳍金鱼，谁信你？你要先找好买家。这种级别的鱼走普通渠道太慢，你需要一个能直接对接高端拍卖行的渠道。我有个师弟在帝都做高端水产供应，他手上有国际拍卖行的资源，我帮你联系。随哥，你是我的神！没事儿，都哥们儿，但是中介费别忘了给我。放心吧，随哥，我懂的，随便一探500就干。要不咱俩下次也带点酒，让 NPC 帮咱俩挂一条更大的。15斤的东星斑，小鱼，没意思。表面分析做完了，内部结构需要更精密的设备。这批数据今晚带回去，先让材料所的人跑一轮全光谱。没问题。满旅长，那个伊布能不能让我给他号个脉？号脉2手搭上去1分钟就够。我跟李七爷说一声。什么事？周教授想给伊布号个脉。号脉，中医的诊断方式，打手腕感受脉象，不侵入，不采样。行，让伊布配合就是。别紧张。老周，怎么样？有意思，他的脉象，寸部宏大，关部显紧，齿部沉滑。这个人的身体里确实存在一套能量循环系统。你确定？搞了一辈子经络研究，虚实我还分不清。而且，我之前的判断验证了，他的下肢经脉通畅度远高于躯干，腿上的窍穴冲开了，但心经、肺经、脾经的窍穴全是堵的。能治吗？回蓝星给我搞一套特制的银针来。冷库已经联系好了，每天租金120，1200就1200，1500万面前，1200算个屁。下线。喂，吴哥，我已经把鱼送到冷库了。多重？我这儿没秤，但8米长，1米宽，随便说目测1000公斤以上。好的，我这边堵在2环了，再有30分钟就到了。零下18度，1500万，值了。这么大。你这条鱼是哪儿来的？这个不方便说。这条鱼我帮你送进拍卖行，但有2个条件：第一，我抽5%的佣金；第二，拍卖商会出检测报告，但产地证明我没法编，你就说海钓，不透露坐标。本来就是海钓。行，那走吧，冷藏车在外面。拍卖开始。
900万，900万，1200万。中东买家1800万，1800万，第一次。2200万。不跟了。 2500万第一次，2500万第二次，3000万第一次，第二次，第三次，成交。恭喜，扣掉佣金100万和拍卖行手续费60万，到手2840万。那个买家是谁？具体身份拍卖行不透露，猜测至少是王室成员。 2840万，我钓了一条鱼，赚了2840万。我操！2840万，干一辈也赚不到3000万、这游戏还招人吗？我现在就写辞职簿。冷静冷静，他那条鱼是1000公斤的蓝鳍金枪鱼，正常人钓不到那么大的。怎么钓不到？给我机会我也行。你在海边钓了3个月，最大的战绩是你行什么行？我那是运气不好。假的，P 图，哪有1000公斤的金枪鱼？这个人100%是关托，游戏公司请的。赤石老师，您但凡说一次准的，我把手机吃了。说假的那就是真的。建议官方给赤石老师开个 VIP 勋章，他说什么信反的就对了。那条鱼的最终去路也被网友扒了出来。某王子的私人宴会，那条鱼被端上了餐桌。贺哥，你不是不喝白酒的吗？谁说给我喝的？5升够不够？我特意买的大瓶。别人带好酒，你带劲酒，格局打不开啊，老哥。NPC 喝完精神抖擞，抓鱼肯定劲儿更大。昨天赚了点小钱，给我岳父意思意思，主打一个真实。虎鞭酒，大爷，你这是想让 NPC 起飞啊？这是我爹泡了18年的药酒，鹿茸、枸杞、锁阳、肉苁瓤，真材实料。大爷，您这泡酒的基酒是什么？二锅头。虎鞭配二锅头，够狂野的。好喝，看到没 ？NP 都说好喝，我爹泡了18年的酒。大爷 ，NPC 这明显是在硬撑吧？闭嘴！你懂什么叫品酒？这他妈是游戏！兄弟，你掐我一下，我怕是做梦。你自己掐不行吗？痛改1%，怕掐了没感觉。看这块东西没？硬度是钛合金2倍。啊！想钓鱼，想在这儿多待，先干活。纯度高出15%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把75度酒精提到95度医用级，杂质更小，吸收率更高，副作用更低。小白鼠实验，肌肉密度4小时提升7%，无器官病变。都听好了，第一批试药志愿者10人，先做检测，
再由教授定位窍穴，服用冤化精华，服用后可能有发热、胀痛等反应。这不是游戏任务，这是真正的人体实验。现在反悔退出，不扣时间点。脉象有些紊乱，一看就是经常熬夜，深深次数太多，身体亏损严重。李雪花，你选择的是第3组肺经路线，说说为什么？因为我要打通中埔、云门等肺经窍穴，就能在水下获得类似潜息者的憋气能力。我从小喜欢大海，我想在海里遨游探索。第1步服药，第2步我施针引导，第3步你自己冲。心率升至88，血压轻微上升，正常，躺下。好了，集中注意力在胸口，推。肺灰量从2800涨到了12000毫升。我想下水试试。15分钟37秒，我还能待更久，保守估计45分钟以上。肝脉弦细而涩，气血两虚。老周，右肝电位8.7厘米，代谢功能严重受损，渊能进去，肝脏受得了吗？李老师，服药风险很大。周教授，我还有4个月，4个月后，学生、老婆、孩子都不是我的了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散红素，他呼出的气体里有散红素代谢产问，渊能在帮他的肝脏代谢。弦细润而有根，窍穴没破，渊能只是路过。周教授，肚子疼痛减轻了，增加1次剂量，必须让渊能在丹田形成常驻锚点，持续修复。李老师，再喝1管，这次帮你冲关元穴，会疼。周教授，我这辈子怕过很多东西，怕被家长投诉，怕老婆嫌工资低，怕查出那个报告，但我现在不怕了。嘿，保姆，是保姆。有人突破了，水下能憋气45分钟。那个肝癌晚期的，肝脏痛感消失了。我操，那我这钓鱼佬也能突破？水下待45分钟，这还钓个屁的鱼，直接下去手抓呀！吴哥，要不咱们也报个名？能在水下待45分钟，那得多少鱼从面前游过去啊？你这动机，大概是全服最离谱的一个。钓鱼佬的事儿，空军的愤怒，你们不懂。等我攒够点卡去冲个手腕窍穴，到时候手感一绝，1根弹条顶你3根。打工人的终极形态是吧？我信你能把焊条焊到自己鼻子上。肌肉密度提升了7.3%，离线不到12小时，肌纤维横面积还在继续长。杨老师，您的意思是？不是游戏残留，是持续性增长。杨老师，您的意思是？游戏里的强化效果带回现实了，而且还在叠加。医生，能先吃个饭吗？2个白馒头就行。甲质蛋白降了11%。建国，李雪花那边力量反馈坐实了，坐实了。你这边呢？甲质蛋白降了11%，癌性抗视野拐头向下了。他知道了吗？还没说，先瞒着。一次数据不够，再盯48小时。如果还在降，我亲自找陈局打报告。新增名额有多少？陈局说能批50个，全给癌症病人，全部。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京城有皇宫吗？给我拍张照好不好？
全景海洋新增名额，今天就批下来，让军医系统去筛40岁以下的绝症老兵，条件只有一个，还想活的，配合我们治疗。伊瓦娜，在。岩板价格记了，还会涨吗？记了，产地就2处。如果潮商会故意压货，这价格没顶。有什么替代方法？珊瑚石压缩砖，便宜一旦承重差，或者绕开潮市直接找铁潮联盟。但铁潮联盟离我们太远了，物品区域传送器功率不够，需要中型以上的。东南方向有海底火山口，可能有热沙，去看看。温度符合，我是2阶能顶住，但需要2个1阶潜袭者打下手搬东西。恩人，你给我喝了头领才配喝的圣水，我的命以后是你的了，只求多给我一些圣水。哼！我操！一听啤酒换个超凡小弟。大人，只要每天给1口这个，让我去死都行。认领 NPC 的自己管好，出事找你。大力打牌，让你们的2个小弟跟伊布下水干活。跟着我，拉绳别松，热流冲出来，第一时间往回拽。热沙确认，纯度很高，储量很大，火山口热流危险，不能硬进。热沙确认，纯度很高，储量很大。能焊，这玩意儿绝了，纯度比超市买的那几罐高得多，用量起码能省30%。满参谋在，我要隔热潜水服，能扛100度高温的那种，先来10套，再加20套普通潜水服。工业级隔热潜水服得找海油系统借，但1套60多斤，一个安全箱只能装1套。20人带隔热服作业，20人带普通潜水服辅助，剩下的名额照旧。火山口的热沙，明天蓝星这边会穿专业装备下去采，你不用再去了。我是2阶，水下游的比你们快。你右臂有骨裂，80度水温会让你废掉。你现在是基地的最高战力，折在那儿划不来。那你们的人扛得住？李老板，热沙的事不急，我有个更要命的方案跟你盘盘。帝国潮汐稳定器，咱现在的浮台在边缘稳定区，对吧？对，伊瓦娜确认过，有效半径大约3公里。3公里，那边海底是一大片硬质珊瑚基岩，从蓝星带海工鱼制装进来，打进海底做基。第2步用帝国合金做主框架，第3步填满海沙、海泥压实，浮台怕浪，但扎在海底的树精不怕。上面咱们想盖什么就盖什么。后期怎么搞？后期建防波堤，吹沙填海。
从蓝星搞台小型绞吸式挖泥船进来，配合那里的无浪环境，我能在这片海上给你活生生做出一座人工岛。造岛？你们要在游戏里造岛？这不是游戏，说具体点。继续拼浮台，顶多是大号浮台。想做真正的基地，就得打桩，做固定式人工岛。水泥预制桩清单今晚给我。海工水泥我找军方调，吹沙船后续跟进，先干桩基。另外，热沙开采同步进行。螺旋焊和老蟹3天内把现有的碎片全部焊成框架构件。我操我操！哪个倒霉蛋动我杆子了？纳尔120一个，给我吐出来！大傻逼！活该，买个银色的跟真鱼似的，不偷你偷谁？贺天帝，你闭嘴！那是绝版限量款。限量款被鸟截胡，比空军还丢人。就在那儿种下一座岛。啥情况？太空服？今天2件事。第一，去火山口挖热沙，水下80度，军方带了20套隔热服，采集每公根奖10个时间点。第2件事，我们要建造新家，准备造岛。这是进修土木工程吧？我一个钓鱼佬，你让我搬砖？一根海工水泥桩多重？8段拼成，单段120公斤，需要体重80公斤以上的壮汉搬运。这方案格局彻底打开了。火山口核心区过摆设度，不准越界，用勺子挖热沙，1袋1公斤。李队，来看看这个。岩角城地下的帝国遗迹里有类似的东西，这里的海下绝不简单。火山口，高温，水下遗迹，这里搞不好是旧帝国时代的一座重要城市。施工开始，今天任务：水下打桩。行了行了，明天继续帮 NPC 干活，晚上赏你一箱豪闯天涯。大力哥这操作绝了，几瓶小麦鸠铝就让 NPC 死心塌地。蓝星饮料恐怖如斯。李老板，1部看过了，那不是碎片，那是一扇帝国遗迹的密封舱门。目标在搞大规模固定地基，这帮人到底是哪儿冒出来的？情报等级必须提升到警戒。干这行7年，第一次被这种离谱的建设速度吓到。这是门锁的功能线路，门在水温90度的地方，我右臂扛不住，得让你们的人先去清理表面。它含有一种不在已知元素周期表上的元素。这他妈比我在工地还累。
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怎么解释？解释不了。他体内的渊能循环还在运转，他离线已经超过12个小时了。按理说，脱离了海洋世界的渊能环境，体内残留的渊能应该逐渐衰减，但他没有衰减，不但没有衰减，还在持续滋养病灶区域。关元穴被打通之后，形成了一个自循环锚点，渊能在他丹田区域形成了闭环，不需要外部补充，也能维持基础运转。自循环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只要关元穴的锚点不崩，李太阳体内的渊能就会像一台永动机一样持续工作，持续清理，持续修复，持续包裹。跟他说吧。等等，我还有个担忧。什么？渊能长期滞留在蓝星人的体内，这个影响我们完全没有评估过。海洋世界那边，渊能海藻能让普通鱼类变异成渊兽。如果人体长期浸泡在渊能循环里，会不会变成那边的怪物？目前没有任何迹象。李雪花体内的渊能循环比李太阳强得多，她现在的循环已经非常稳定，但身体各项指标都保持在正常范围内，目前没有发现异常变化，所以，我分析是纯度的问题。越纯净的渊能，对人体产生的额外影响就越小，而那些杂质较高的渊能蕴含有生物的意志，服用的多了，思维就会产生混乱。实验室那几只使用含有杂质渊能的小白鼠，它们的思维和意志也受到了渊能的影响。至于纯净的渊能有多少副作用，我们还要持续的观察。我不是说它一定会出问题，我是说我们需要更多数据。50个人的样本量不够，至少要200个以上，持续跟踪半年，才能排除长期风险。那是后面的事，现在先去告诉他。李老师，48小时全面复查的结果出来了。从确诊那天起，我就知道自己在倒计时。医生说还有4个月，我在心里默默减了1个月，按3个月做计划。工资卡上的钱分成3份，女儿的学费存了2年的量，老家房子的贷款还差14万，我把能借的都借了，差的部分写了份遗嘱让妹妹帮忙还。做完这些事之后，我有天凌晨躲在被窝里哭了1整夜，第2天早上擦干脸，我就在手机上报名了那个游戏。我没指望治好，只是想在最后几个月里做点不一样的事，结果进去以后被扎了几针，还喝了1碗苦的要命的药。甲醛蛋白下降了16%， 癌石抗酸同步回落。CT 影像显示肿瘤边缘薄膜加厚了0.3毫米。简单说，你体内的那股能量在替你打仗，癌细胞没有扩散，薄膜在长，相当于你身体在把肿瘤往一个壳子里裹。能治好吗？现在说治好为时过早，但趋势是好的，非常好。你需要继续进游戏，继续维持体内的渊能循环，我们同步在这边做监测。还能教书吗？教书？我请了病假出来的，学校找了个代课老师，临时的。如果我还能……你先休息。乐乐，爸爸，你吃药了吗？姑姑说你在京城看病，京城的医院好不好？有没有很多厉害的医生？有。那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爸爸可能还能陪你很久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你要拉钩？拉钩了。
批了。李雪花已突破12个窍洞，衍生技能水下呼吸，肺会量达到普通人5倍以上，力量提升至觉醒前的3倍。李太阳已突破12个窍穴，衍生技能渊能吸收，可在脱离海洋世界环境后吸收空气中逸散的微量渊能。吸收空气中的渊能，蓝星的空气里有渊能。传送器每次运转时会向蓝星环境中释放微量渊能辐射，正常人无法感知。但李太阳的丹田锚点在渊能重度极低的环境下，仍然能捕获并吸纳这些逸散能量。这意味着他不需要回到海洋世界，也能缓慢地积累渊能。虽然能获得海洋世界的先进科技，但渊能进入蓝星是好是坏？如果蓝星人可以在蓝星吸收渊能，如果传送器的辐射能被人体利用，如果这种能力可以批量复制，马一诺3天前喝了百草亏，把人送过来。对，今晚就送。来之前让他签保密协议。加速代谢毒素。一会儿去码头整点薯条。大傻福。这批玩家什么情况？一个比一个虚。估计是那个窍穴实验招的志愿者。志愿者就志愿者，怎么全是病号？你管人家，人家来治病的。别瞎打听，干好自己的活。周教授，甘金路线你有几成把握？把人带过来我看看。周教授，怕死吗？喝之前不怕，喝完了怕了。坐下。你的问题是百草坤的代谢产物在肺里不断积累，肺纤维化不可逆，但是肝主疏泄。如果我们打通肝肌窍穴，让渊能加速你肝脏的代谢功能，前提是你的肝功能还撑得住。你目前的肝指标怎么样？展奥酶偏高，但没到衰竭的程度，还有窗口期。这东西喝下去有6成概率能冲开窍穴，冲开了的话你可能会活。我先给你施针，把肝经的气血引到期门穴附近，等针感得到了，你再喝这个。喝下去之后，用意念往那个位置推。什么叫用意念推？就是想着你肚子右边肋骨下面那个位置有一扇门，你要把它推开。周教授，您就说怎么做，我执行。好，脱衣服，盘腿坐下。针感到了吗？右边肋骨下面，胀，像有人在里面吹气球。记住这个感觉，现在喝。往右边推。母亲还在家等我，我不能死在这儿。肝脏血流速度提升了4倍，代谢指标在飙升。这是百草亏代谢产物，渊能再把它肝脏里沉积的毒素往外排。肝脉比刚才有力了一点，但离正常差得远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右边没那么胀了，但胸口还是闷，呼吸好了一点点。你的肝脏现在有了渊能锚点，它会把毒素慢慢代谢出去。百草清中毒可解。收到，立即全面展开。肾经，先天之本，命门之根。你的肾已经废了大半，打通太溪和腹流2穴，让渊能在肾脏建立循环，先把残余的神功能稳住。右手握力173公斤，你之前的基线数据是多少？入组时右手握力17公斤，17到173，翻了10倍。我透析了6年，
手都握不住筷子。现在，那哥们儿怎么回事？一拳打碎了地板。好像是窍穴实验那边的人，肾精觉醒的。我在论坛上看到过预测帖，说肾精走力量路线。你不是说论坛上的帖子都是骗流量的？那是别人的帖子，我说的那个预测帖是我自己写的。你写的预测帖，你预测个屁！你上次预测自己今天不空军，现在杆子下水40分钟了，股票动了没？声波更震，它发出的频率恰好跟玻璃的固有频率吻合。原听者、微闻者级别的能力。我刚才就是嗯了一声，你再嗯一个试试。这不是普通声波，它已经接近冲击力了。中普云观呼吸增幅，列缺齿院声波干涉，同一条肺经。不同的穴位组合，产生了2种完全不同的超凡能力。功法路线的分歧点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。不锈钢杯子都出现凹痕了，是不是在搞超能力测试？闭嘴，钓你的鱼！贺哥，你不好奇？要是人人都有超能力，再这么搞下去，咱们钓鱼老算什么？打通了肺经窍穴，水下憋气时间变长，追着鱼群往深处跑。五哥，你是说觉醒了窍穴之后，我可以追到水下去钓鱼？我可没这么说。你就是这个意思。我去报名，我要走肺经路线，水下钓鱼，全世界独一份儿。某天播放量起码5个亿。拿路亚杆往金枪鱼嘴里捅，怎么能叫捅？是精准抛投。你先解决眼前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中鱼了！好运来，好运来。大人的圣水，今天什么时候发放？下午干完活再喝。大人英明，大人威武。你看，把这个虫子穿到钩子上，对，从这头穿进去，不是那头，那头是屁股。大人，这个在虫子它动了。废话，它当然动了，活饵才好使，你给我穿上去。大人，我用2个3加2个5，能不能一起出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手里有没有顺子？顺子就是连着的数。心经少府穴，生物感知比我预期的还要强。8000米，那里有东西。6海里外，什么事？有一个人。一个人，一个心率50出头，他趴在那里已经有剧烈运动后的热残留。你能确定他在看我们？不能，但那个距离上，除了这块浮台，没有其他值得看的东西。难道是蛛丝？上次用巴基的账号反向忽悠泽尔，他信了吗？跟我来。出事了！6海里外有个侦察兵在盯我们。防止发现的。对。心率50出头，你确定这些数据？这个距离上打了折扣，但大致范围确定，不是普通渔民。泽尔的人，我也这么想。上次骗他说基地没油水，他嘴上信了，手底下还是派了人来确认。处理方案不能动他，杀了他，等于告诉泽尔我们有东西值得藏。那就让他看，让他看我们想让他看的东西。从现在开始，你每隔15分钟扫一次，他的位置、心率有没有移动，全部报告给满志。你就是我们的活雷达，明白？还有，这件事不要让任何普通玩家知道，尤其是那帮钓鱼佬。军方撤入帐篷内，装备盖上帆布。施工怎么办？照常施工，把技工藏起来，只留普通玩家在外面敲打。钓鱼的呢？钓鱼恰恰是最好的伪装，只有底层聚落才会整天坐在边上钓鱼。8级怎么办？ 8级是我们的第2道保险。
醒了。你们那个泽尔多久联系你一次？2下行不行？他不主动联系我。那你现在距离上次联系他过了多长时间？6天。正常的汇报周期呢？看任务，短的2天，长的10天。今天你要给泽尔发一条消息，内容我来定，你来说。你要我说什么？第一，你正在给一个小型游商聚落做苦力，干活抵债。第二，这个聚落大概60-70人，都是些渔民和零散的漂户，穷得很。第三，他们有一台破旧的传送器，但只用来买最基本的生存物资。第四，你的船被他们扣了，短期回不去。泽尔不是蠢人，你用我的账号买了1400水点的镣铐和1万水点的气泡岩板，这个交易记录他一定已经看到了。你觉得他不信？我觉得你在侮辱他的智商。我不需要他全信，我只需要他暂时把这个聚落的威胁等级放低一格，从可能有油水降到可能有点油水但不值得大动干涉。你是海盗，海盗抢了一个聚掠之后，用人家的账号给自己买装备，顺手帮人家采购建材抵高工资，这事在你们的行当里常见吗？我凭什么帮你？因为你没有选择。泽尔，巴基，活动正常。目前在一处漂户聚落打短工，60-70人的小地方，穷得连像样的淡水都没有，靠卖鱼给过路商团换水喝。我的船被他们扣的仓库，短期走不了，等腿好了再说。不用给我派人，这地方不值当。发。让我装成不会干活的样子。不是您不会干活，是让施工看起来像一帮外行在瞎折腾。老谢、老罗，今天带你们的人回帐篷里歇着，外面的活让那帮钓鱼的去干。让钓鱼的干工程？让他们搬搬东西、敲敲钉子就行，越乱越好。你那边抬高点儿，高了，高了，你先别推。8、9、10个，不对，60到80，没看到明显武装。长杆、鱼竿，施工效率很低，方向也乱。没有统一指挥，像刚起步的野生聚落，低危险。
但第一眼，往往是对方最想让我看到的。先不报，再看2天。让开让开让开！我这个位置是昨天用2包莲塔跟黑脸老头换的。你换个屁！黑脸老头根本没答应，他说的是再说，再说听不懂吗？再说在重庆话里就是成交的意思。你重庆人吗？我精神重庆人。第2批装猪今晚打完，总数达到60根，框架可以开始搭了。长老，今晚热沙够用吗？够。李峰下午带人又捞了200公斤上来，但省着点用，不是给你拿来糊墙的。糊什么墙？我焊的每一条缝都是艺术品。你上次焊的那条艺术品被海浪拍了3天就裂了。行了，干活。这什么？异味饵料。我在蓝星那边找了个做饵料的老哥定制的，里面掺了渊能海藻的碎末。渊能海藻，你怎么弄到的？上周让人在水下摘了2把，带回蓝星那边磨成粉，和胶饵混在一起。异世界的鱼吃渊能海草长大，用这个当饵，等于是精准投喂。你这脑子要是不钓鱼，去搞生物研究都行。我搞生物研究能给我这种快感吗？不对劲，这鱼的游动方式很奇怪，它没跑。我操！发光的鱼是发光的，我看见了。这就是之前潜水的人说的那种吃渊能海草的银色鱼。月灵鱼，我们岩甲城叫它月灵鱼，夜里发光，像月亮碎在水里。五哥牛逼，五哥是神！先别录，先弄清楚这鱼有什么用。随便，到。肉质极度紧实，脂肪含量很低，但肌纤维之间有一种像胶原蛋白，但又不是。能吃吗？我试试。等一下，我嘴里有一股热流，从胃往四肢走，像喝了一瓶功能饮料，但要强10倍。不敢完全确定，再来一个人试试。你来。有，胃里确实有东西在动，暖的。初步判断，这鱼肉里有某种可被人体直接吸收的能量物质，具体成分和持续时间得再测，但第一口的体感很强。我也要尝，给我切一片。这鱼吃了能变强，那我以后天天钓这个。五哥，你用的什么饵？什么饵？周教授，一部呢？在福台南侧。一部，今天治你的手臂，会疼吗？会，非常疼。你忍得住吗？忍得住。好，脱衣服，坐好。我先说清楚，你的右臂骨裂处有3条经脉完全淤死，我要用银针一条一条的通，每通一条，渊能会集中冲刷淤堵的窍穴，会产生剧烈疼痛，持续大约10到15分钟，3条全通，大约45分钟。
开始。开始导引，第一条经脉，忍住。第一条通了，休息2分钟，然后第二条。第二条。你是个好兵。别动，马上就通了。3天之内，骨裂处会完全愈合。你的渊能现在能正常流经右臂了。3天后，你的战斗力应该能恢复到受伤前的水平。回去休息，带上你女儿。治疗过程中，发现患者第13雷下方存在一处未激活窍穴，位置不在180常规窍穴之列，位置对应《黄帝内经》中的章门穴旁约半寸处无名穴。无名穴，180之外的窍穴。如果一个没有任何功法传承，纯靠蛮力冲窍的底层力人，体内都存在这种隐藏窍穴的痕迹，那是不是意味着所有人体内都有？地级功法所对应的360个窍穴中，那额外的180个并不是修炼出来的，而是本来就在那里，只是没有被发现。这个发现太重大了，我得回去跟杨维德好好谈。汇报，03区无名聚落，到达后连续观察72小时。以下为确认情报：一、聚落规模，目视估算有效人口约60至90人，波动较大，部分成员似乎不定时出现和消失，可能有轮岗机制或临时故宫。二、传送器，确认拥有至少1台区域传送器，每日有物资进出记录，传送物资以基础建材和食物为主，未观察到高价值军械或禁运品。三、施工状态，正在进行扩建工程，但组织度极低，施工人员动作业余，材料堆放杂乱，无统一工头指挥迹象。照此效率，完成当前规模的扩建，至少需要2到3个月。四、武装评估，未观察到成建制的武装力量，人员多为持鱼竿、短刀等基本工具的平民，未发现帝国级武器装备的外露痕迹。五、异常项，注意，人口变动问题，白天与夜间的人口数量存在明显差异，夜间似乎更多。此外，在今晨日出前气流稳定的约10分钟窗口期内，观察这部分人员肤色与本地区服民明显不同，偏白，非长期日晒肤色，衣服轮廓与本地常见事物不同，材质不明。以上为首轮报告，等待指示。60到90人，传送器有，
武装力量薄弱，施工组织度低，一切都指向同一个结论：一个刚起步的底层聚落，有点小资源，但不值得大动干戈。加上巴基6天前发来的消息，说自己在给人打工还债，2份情报互相验证。按正常逻辑，这条情报该归为低价值，让朱之撤回来。但有2个点对不上。第一个点，交易流水。巴基被俘后，账号产生了大约16000水点的消费，1400水点的镣铐，10000水点的气泡岩板，再加上零散采购。一个穷得连像样淡水都没有的底层聚落，为什么要买10000水点的建材？10000水点的气泡岩板能铺500平米，60到90人的小聚落为什么需要500平米的扩建？这个数字更像是为几百人准备的。第二个点，蛛丝报告里的异常项。部分人员肤色偏白，非长期日晒肤色。海洋世界的浮民常年暴露在海上烈日下，不可能有这种过白的肤色，除非这些人不是本地人，不是这片海域的浮民，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这个念头太离谱了，先放一放。收到，继续留守，重点关注2点：一、水源，确认该聚落的淡水来源是外购还是自产；二、皮肤偏白人员的行为模式是否与本地人存在明显的习惯差异，保持私人殉道。这个无名聚落比表面看起来要复杂得多，但到底复杂到什么程度还拿不准。不急，情报这门生意就是要等到信息足够多的时候，它的价格才会到顶峰。现在这份情报已经不止5000水点了，1万，如果再多几个异常点，5万甚至更多。屁的吧！荧光棒贴鱼身上，谁不会？这狗东西！你搭理他干什么？每次都被他钓，他钓你比你钓鱼成功率高，那你就是被钓了。情绪管理不过关，跟鱼咬死口一个道理。我不是被他钓，我是气不过。哼！看好了，这手牌同花顺，在蓝星赌场里，这手牌够你在澳门横着走一条街。大人，这5张为什么比4个一样的要厉害？因为概率懂吗？同花顺的出现概率是0.00115%。概率，哎，就是算了，你记住同花顺最大就行了。明白了，大人，同花顺最大。同花顺，这叫花色不一样，不是同花。而且你多了张7，超过5张牌了，你从哪儿摸的？可是大人，他们看起来都是红色。梅花是黑色的。你师傅今天钓了几条？报告大人，师傅钓了4条。4条，还行啊，但是其中3条是把鱼饵甩到了旁边那位大人的桶里，被人家骂了。教学成本，6海里外信号还在，心率51，还在看，还在。明天白天继续演戏，后天、大后天也一样，直到蛛丝教完超离开，或者直到泽尔的胃口大到值得我做点别的事情。巴基那个邮商编号的备份还在，底牌在手里，但什么时候打出去还得再等等。
0.3秒，太快了，无法确认。水下有东西，不止一次了。又炸了，第3次了，兄弟们，到底是什么视频啊？赤石淘金王服务器都扛不住的视频，屁的吧？这盘全星到底是一件事揍你！赤石老师反向指标永远的神，视频到底录的啥？急死我了！我操，没带氧气瓶，还真的下去了。这个胖子是谁？12分钟了，还没换气。15分17秒，世界纪录才11分钟啊！这他妈不是游戏，这是修仙吧？赤石淘金王，假的，水下有供氧管，你看不到而已。钓鱼佬，信不信我从游戏里出来第一件事就是揍你？猫哥说车，哥，你这号要不卖了吧？反正买别墅靠海了已经。一拳打碎，这把坐在游戏里踩得硬得很啊！不跟他吵，他说假的，那就是真的。感谢活体反向指标，各赤石淘金王，你怎么还在？12万人到87万，只用了40分钟。这帖子上讲的是要炸住院复健对救助癌，47兆到14天，这他妈是医学奇迹吧？我反复看了3遍书 ，A 气干冰裂和打架 ，A 游戏自然加厚，这是医学。我刘上淘金王说，刘上别管他，呼吸控制极其平稳，这不是训练能达到的水平。这页面像诈骗网站，但域名证书和游戏是同一个。您的报名已收到，审核周期约48到72小时。一宿18万人，这报名速度比春运抢票还快，服务器居然没炸。有37万7000月元，重症患者12万7000，这些人都是来拼命吧？比预估快了3倍。外网也在传，翻译版本至少出了英语、日语、阿拉伯语3种，挡不住，也不需要挡，只需要控制入口。第2期志愿者的筛选标准收紧1级，所有入选者编入晨曦序列，签保密协议。确认优先患者按病情紧迫度分组。是，还有一件事，今天下午有3个省级的卫生局打来电话，问觉醒实验是不是真的。其中一个措辞比较直接，他问如果是真的，临床路径怎么走，医保怎么算。那谁来管理？管觉醒者。渊能海藻饵料配比3:1，多了鱼不吃，整条挂钩才有野味。你那是工业化生产，哼，哼！来了来了来了！看错了。第7区应力检测全率比设计值高2个点。今晚还有第3批装机吗？今晚的工程放一放。为什么？水下那扇门潜水组清理完了，42小时，1层硫化物，露出来的东西我在蓝星没见过。你俩收拾一下，等会儿跟我下去看。这不是普通废墟。这是门锁。右边有字，3行，第7潮汐站，渊平校准中心，授权等级3级以上渊听者。一个成熟的渊听者是大势力不惜代价争抢的对象。如果这座遗迹里保存着帝国时代的渊听者培训体系，那就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再摸着石头过河。周教授的《黄帝内经》路线有了帝国正统科技对照，批量生产渊听者，从理论变成现实。这扇门怎么开？明文说了，需要3级以上的渊听者，3级就是听潮者，整个岩角城都没有渊听者。这种人，在大势力里也是被关在最深处的宝贝。那里面有一个退役通讯兵，14天前刚刚觉醒了肺经裂挫尺泽穴，获得了微闻者级别的声波能力。微闻者1阶，门上要求3阶，差2级。帝国遗迹就在咱们脚底下。什么遗迹？渊听者的训练基地。听说门上刻着帝国的字，能进去吗？还没打开，说是需要什么渊听者资格。
材料不在一个层级。撬不开，那不是更说明里面有好东西？兄弟，国家需要你。我叫秦学盖。秦哥，帝国遗迹就差你一口气了。原文只亮了1/3。1/3。门能认声波频率，说明帝国的设计思路和我们推演的方向一致。渊听者的核心是声波共振。秦学盖现在是猎雀齿泽双血觉醒，对应微纹者。打通之后呢？变流者2阶。还不够那扇门的3阶，多个变流者同时打在凹槽上，应该能产生叠加效果。频率对了，功率差距可以用数量补。需要多少人？最少3到4个变流者同步共振，最好5个以上。刘用于肺经裂缺齿泽觉醒，需要渊化精华加银针引导。精华我不缺，银针你有多少？你想批量造渊听者？我想开这扇门。回蓝星，我让杨维德的实验室加做一批渊能银针，48小时能出货。但觉醒手术我一个人做不了那么多，得培养2到3个助手。助手我给你安排，军医系统里挑。军医可以，但有个前提，骨子里得信经络，不信的人手底下没准头，扎错一针了不得了。方志，他还在吗？在。6海里外偏东南方向，心率49，在睡觉。泽尔让他多待的，第1次报告没让泽尔满意，他要更多细节。2条线同时跑，红线批量造渊听者开舱门，蓝线让泽尔相信我们不值钱。蛛丝已经盯了4天，再糊弄他几天可以，2周不行。不需要2周的糊弄，今晚先喂他一条。8级的交易账号下一笔渊能矿晶的采购订单，100公斤中品，刚好符合一个小群落想搞渊化但买不起太多的消费水平。然后他会判断我们是一群不自量力的底层浮民，手里有点小钱，想学大势力搞渊化涂抹实验，大概率要失败。泽尔不会宰掉我们。传送器意味着稳定的外部物资来源，对情报向者来说是长期奶牛，不值得一刀杀。红线这边，洲际传说需要3到5个变流者级别的渊婴者同步共振才能开门。蛛丝翻了个身，心率升到53，还没醒。从灵到微纹者要2个穴位，
微纹者到变流者再加2个，4个穴位，4剂渊化精华，4次施针。精华够吗？海藻库存120公斤，折算下来够60份。银针48小时内出货，周继川加上3个军医助手，一天最多做15台。人选呢？渊厅专项招募帖发出去6个小时，12000份报名，系统初筛出400个高敏感人选，第一批上20人，全部推到微纹者，然后从中选天赋最好的5、6个继续打变流者。时间2周。2周，蛛丝糊弄得了那么久？能。变大了，这些都是表象。我要看的不是这些。水源，白皮肤人员。传送器能传送人吗？如果能，那些白皮肤人员被传到了哪里？又一次异常购买，100公斤的渊能矿晶，难道是渊化实验？这条信号太弱了，信号的模式不像生物发生，更像是人为控制的，像是有人在练习。练习是什么？2号报告，汇报人蛛丝，观测第4日：1. 聚落扩建；2. 8期账号新增消费；3. 白皮肤人员再次出现于夜间；4. 淡水来源仍未确认；5. 异常噪声。渊能矿晶采购预料之中，白皮肤人员的周期性出现和消失有意思，但暂时归入待解。传送器的某种功能，我倒是没见过能传送活人的传送器，但帝国技术这东西谁知道呢？收到，关注重点调整。1. 渊能矿晶的使用方向还是突入发法，如果有渊化实验的外部迹象，立刻汇报。2. 白皮肤人员如能接近辨认衣物材质或面部特征，升级优先。3. 继续留守，预计7天后撤回。补给情况如何？一个底层聚落有点小钱，买了点渊能矿，想搞渊化，扩了点建。有点奇怪的白皮肤人可能是外来雇工，一条根本不知道是啥的声波噪声垃圾信息。正常，太正常了。哟，哥们儿还在呢。我是一个粉刷匠，喷刷本领强，我要将那新房子刷得更漂亮。你才来几天就想套近乎？听说 NPC 也吃调味料，我想试试送辣酱能不能触发彩蛋。滚！带瓶好酒再来跟我说话。这酒有力气。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我是猫哥。今天不说车，给大家看看我们基地的最新面貌。猫哥，镜头方向偏了，往南打，我要看钓鱼。你看那俩人，现在在争论重耳和早耳的挂钩方式。贺天帝，5元登纲今天头戴了吗？没戴就不看了。猫哥，你跟嫂子结婚了吗？3条 Q。这是2条 Q 加1条 J。但是大人，这长得和 Q 差不多。这没戴皇冠，看帽子，有帽子的是 K， 有头纱的是 Q。大人息怒，我下次一定。谁的钩子在我桶里？建议你以后抛竿前先看风向。另外，别告诉他那鱼是我教你钓的。蠢货，菜就多练。下一个，邵听，29岁，帝都交响乐团第2小提琴。
这里扎过针，旧痕迹，至少半年以上。肩颈劳损，在中医诊所扎过半年。留下。留下。满支那边从12000人里筛了30个到我面前，我耗了30个，挑出来5个，比例比我预想的低。5个够吗？够不够得试了才知道。先把第1个送上来。我跟你说清楚，渊听者路线和力量体系不一样。力量体系打通窍穴靠的是硬冲，你憋一口气，灌一股力，像炸药崩开堵塞的水管。渊听者不行。怎么个不行法？渊听者的窍穴不是被冲开的，是被叫开的。你得让渊能在这个位置形成一个稳定的声波源，然后用声波去共振下一个穴窍，像是敲钟。敲不对呢？渊能回流冲击对耳，轻的耳鸣3天，重的听力永久损伤。我声大兵出身，耳朵坏了基本等于废了。对，成功率多少？列绰和齿源2穴我有80%把握，天府穴5成。5成。我们以前在潜艇里过温震层，也就这个底气。干了。喝完之后闭眼，不要想别的，你就把自己当回声纳兵。你以前在水下听发动机噪音，听螺旋桨转频，用的是什么感觉？不是听，是等，等那个声音自己浮上来。对，就用那个，等它自己响。列切已经在震了，不要推他，让他自己走。